养更多的缸，造更多的井，接触更多品种的水草，是我提升技术的方法，更是我之后发展的方向。从去年的4月到12月，我和大家见证了一个成景，没有过多的位置与时间，不断的翻缸、开缸，俨然成为了我的常态。可能每次的理由各不相同，也许是翻车、审美疲劳，或者是真的闲不下来，但这些背后的初衷都离不开我对草缸一成不变的酷爱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好久不见，我是大吉。今天这期是这支90缸作为频道老演员的第3次重新打造全纪录。准备了一个大的周转箱，用来临时存放水草，顺便把加热棒一起丢进去。12月底的广东还是带着些许凉意，虽说水草泡着只要不结冰，水温这方面世界末日来了都不用管。考虑到缸中的生物还需要放在一起的话，那必须考虑加热。常闻一些关于加热棒的煮鱼事件，我认为定期更换新的，还不如单独加一个温控开关。如果还能在双重保险下都翻车的话，不要犹豫，刮刮乐大奖在等着你。依次顺序拔起燕尾绒、茶叶铁、水龙及各类状态不错的辣椒绒。掀起迷你牛宝碗的草坪，可以看见大部分水草泥已经被发达的根系抱在一起，同时带走。把玻璃进出水口替换成原装管件，理由是可以伸长至缸底。扬起尘土需过滤一会，方便打捞剩余的生物。骨架拿走，接下来就是漫长枯燥的捞虾。不仅考验眼力，同时还有腰力。水草泥装入一个个蛇皮袋，干起来的骨架可以将其架空，方便水分的慢慢渗干。之后的开缸还是能接着继续使用。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，缸已经连夜插空。在开缸前，我需要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完成。我发现防止地势凹凸不平，导致搬入鱼缸时水位左高右低，十分危险。正所谓见路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刀我是搞不到了，铺个牌还是可以的。垫到4条边都处于水平状态，代表鱼缸调平完毕。这次造景使用的素材有杜鹃哥和黑云石。素材上的白色贴纸是用来定位摆放方向的，因为我已经在缸外摆弄过了。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它复原好。当然，如果是现场实时造景的话，还是建议使用格子板去垫底，因为石头的重量非常大，造景时需要不断的调整位置，搬来搬去肯定是少不了的。万一一个不小心，是很容易砸爆缸底。大家别学我，我属于惯性违章。说这次的骨架思路风格还是老样子，做我最擅长的三角构图，不过是双导结构。左侧的杜鹃根是一根完整的，不过我在尾部粘接了一根。可以看到右侧的中间是拼接成现在的样子，整体摆放于石头相互交错平行，后方石并没有往高处延伸，导致正面观赏景深感不强。初衷是打理维护简单为首要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块延伸至下的枝条形成一个自然的弧度，加上黑云石棱角感的加持，后期让墨湿覆盖住，一架水中自然拱桥就完美呈现出来了。铺上青石打底，将水草泥倒入，这里石头围成的区域不宜过多。还有这个小洞穴也来上一点，可以给在此周围的水溶、辣椒蓉长出的气根汲取丰富的养分，帮助它们快速生长。河道我想再缩小一点，加块石摆好，塞棉，挤上点胶水，在确认好骨架位置不再需要修改的时候，就可以加水了。先放1缸吧，泡上个几天。原因是我还没有规划好水草品种，过滤就先不开启了，反正到时候半缸水都要放走，可以加个练习时长2年半的深循环一下水流。事与愿违，这一放就是1周，可以看到水体已经发白，并且有许多絮状物。小生生也是被玷污了，整身挂满了十分恶心的菌膜。又原因是杜鹃根向水里释放出来的养分，导致水中细菌大量繁殖，那这缸水还真的不能留了。顺便做下维护，刷走素材上的菌膜。
十分有趣的是，泡了1周的水草长出了水上叶，不由感慨时间真神奇。杜鹃根的腐朽、微生物的繁衍和水草的新生。水草已到家，先用烧烤竹圈划分种植区域。末石这块，我向来的方式是直接用胶水粘，品种选早挖。攀附墙的特点，不用担心滞后的覆盖率，随便隔着间隙粘上点，几个月后就是一根根毛茸茸的大绿棒。左右两边分别塞颗月美容，一出水。说起这个水草，我就想起12年深圳保利恒聚会，画面里的这支杠左右两边养的也是燕尾臃，据说还是国内有名的原生大师孙凯孙老师做的景，石缝间隙各种辣椒绒、迷你臃不规则摆放。一个品种放一点，不重复，显得更加自然。墨西哥大沙草最靠后，想让它后期生长成一幅绿色幕布，而这种线叶丝带类型的水草更能体现水流的感觉。这里安排2颗大红折藻，光线直射下利于更好发射。小宝塔日本羽毛作为后景大区域填补角色。2种都是轮生叶型，密植后的效果是我想要的森林氛围。而相比于大叶型的水草，光照需求度也弱一些，哪怕在阴影下也能适应生长。美丽波、咖啡等胶草一律安排在有木头遮挡的阴影面，微弱的光线避免直射叶片挂起绿斑藻。最后在支架间粘上插叶铁和黑木蕨。花簪纱还在路上，过几天铺设问题不大。加满水的即时景，除了透亮，其实一点也不自然。我们稍加耐心，交给时间。